江一棉眼见少年的身影消失，才从林子里走出来，换了条路回小洼地。若是他没有猜错的话，那愤怒的小鸟应当是要去报官的。看来这山上过不了几日又要热闹起来了。等江一棉回到小洼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小野几个人则是围着院子里那只野狼，眼中满是好奇。运气好，遇上只野狼，晚上炖狼肉吃。遇上只狼还运气好，下次若是遇上赶紧跑，别想着吃狼肉，狼也想着吃你的肉呢。这个时节，大部分的动物都已经躲起来冬眠了，狼的食物减少了，这才会分散到四处去寻找，不然一眠也不会只遇到一只孤狼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江一眠就坐在不远处，听几个孩子用童声念着书，偶尔还能听见一些鸟叫声，只让人觉得无比的安宁。哎呦，小野可真聪明，现在都能教其他人了，哪像狗剩，那个小子实在不是个读书的料。学着玩罢了。对他来说，科考这个事儿是可望不可及的。整个杏花村就没几个能念书的，考上童生的也就是二房家的孩子，其他人连个童生都没考上，就更别提什么秀才了。在杏花村能认字那就是稀罕人了。对呀，学着玩罢了。小云，你也别说狗剩了，狗剩啊多懂事儿，不喜欢识字也正常。咱村里有几个喜欢的，他们能够认识一些字儿就好了嘛。几个女人说说笑笑的，很快就岔开了话题。江一棉没插话，看了小野一眼。他这么久观察下来，小野除了聪明还很勤奋，只要没事就会在一旁练字，复习学到的东西，能明显看得出来对方是喜欢读书的。只要喜欢，那他就一定会让小野去念书的。科举对小野来说是很早，但也是给对方多一个选择，不是？正说着，赵二黑和王小黑就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跑回来了。怎么了？外面出什么事儿了？林子里来了好几个人，不像是流民。那些人瞧着不像是坏人，他们站在林子里没敢动弹，只朝林子里喊着有没有人，倒不像是来找事儿的。他们三人只觉得奇怪，就留下赵大树盯着那些人。他们先跑回来通风报信儿了。江一棉皱了皱眉，问清楚了是哪片林子。他蓦地想起那个愤怒的小鸟来，猜测应该就是那人，就是不清楚这家伙是什么意思了。让赵二黑两个人留下来，他则是一个人出了小洼地。哎，你们干啥的？搁这儿瞎喊啥呢？鬼鬼祟祟的，瞧着似乎还知晓林子里有陷阱。我说那个姑娘呢？话音刚落，就瞧见江一棉走了进来。就是他，宋老爷，昨日我遇见的就是他。只见熟悉的愤怒的小鸟身边站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男人面容和善，眼神却有些凌厉，虽穿着粗布麻衣，但瞧着不像是什么普通人。二人身后还跟着6个年轻男人，若不是那警惕的神色和下意识按在腰间的手，江一棉怕是会以为这些都是普通人了。想了一会儿，他才扬起一张带着恐惧的脸。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大树哥，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还有些惊恐地朝着赵大树身后躲了躲。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别想着来抢我们东西，只要有我在，你们别想从林子里边出去。这话一出，倒是让林子里的其他人放松了警惕。果真都是些普通人呐，只以为他们是来抢粮的呢。可林燕安却蹙眉看了江一棉一眼。昨天这个家伙不是还一刀解决了野狼吗？顺便还坑了他30两啊！今天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可宋老爷却不知道几个人心中所想。姑娘，小兄弟，我们是从这附近路过的人，害怕山下的山匪，就进了山。谁曾想一不小心在林间迷了路，恰逢舍弟说林子里面有人住，我们就想着向你们求助一下。不过走了太久，实在是有些渴了，可否去姑娘家喝碗茶水？昨日多谢姑娘指路，
若非如此，我还不能去和哥哥会合。眼见着几个人都彬彬有礼的，直觉告诉他这些人不太简单，还说什么讨茶水，怕不是想摸清楚他们的住处吧？这大山里最不缺的就是水了呀。赵大树一时有些不知该咋办好了，只看向了江一绵。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他们见到这么多陌生人会害怕的。哼，这些人既然要演戏，那他就奉陪到底，看谁先憋不住。宋老爷一怔，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又说：姑娘放心，我和弟弟只带一位随从，其他的都留在这儿如何？江一绵又是纠结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同意了。你们跟我来吧。说着就当先一步朝林子外走去。宋老爷心中一喜，就带着林燕安跟了上去。赵大树则是借口还要挖野菜，留在原地看着林子里其余的5个人。那5个人见赵大树还留着，当即有些着急了，本想找机会跟上去，奈何被赵大树盯着，再加上林子里的陷阱，几个人也不敢贸然动弹，只在原地急得团团转，生怕自家老爷出个什么事儿。江一绵带着3个人出了林子，却没从山洞那儿走，反而是绕了条远路，一路上走走停停，又在林子里七绕八绕的，早就把几个人的方向感都给绕没了。眼看着还没到，姑娘，你家到底在哪儿啊？咱都走了1个多时辰了。这姑娘不是打算一直带他们在林子里绕路吧？再这么走下去，还没摸清楚姑娘住哪儿呢，他们就先小命不保了呀。宋老爷本来就有些虚胖，上山的那段路又消耗了不少力气，这会儿已经是脚步沉重，走得满头大汗了。快到了，几位若是不想去，我可以送你们回去的。宋老爷差点当场吐血。哎，姑娘说的什么话？既然都走了这么久，那我们就继续吧。他今日来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人的身份，哪能半途而废呀？哎呀，真是难为这些人了。估计着从出生到今天之前都没走过这么久的山路吧。哼，正好让这些人体会体会他们平日的艰苦。后半程的路走得格外艰难，几个人相互搀扶着，才能勉强跟上江一绵。又走了将近1个时辰，才终于是到了小洼地。刚一走下那条崎岖蜿蜒的小路，几个人就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刚才好几次他们都差点脚一滑滚下悬崖了。宋老爷这会儿也顾不得自个儿的形象了，瘫坐在地上歇息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是缓了过来。这会儿也有心情看看周围的环境了，正随意的看着，就被远处那长势正好的小麦吸引了视线，只让人觉得生机勃勃。旁边的菜地里还有些小青菜，能明显看出是经常有人打理，瞧着格外舒心。他来清水县都快3个月了，这还是第一次瞧见如此完好的农家地呢。若是没有战乱，估计现在每块地里都应该是这样的。这地方若不是在深山里，又加上比较隐蔽，估计这早就毁了。你们自战乱开始就躲进了这里面吗？是被山匪发现，我们才躲了进来，幸好找到了这个地方，不然光是那场山火，我们估计都没了性命。瞬间了然，那些山匪都能把村子给烧毁了，自然不可能会放过山上的人。这些人也是命大，那山火瞧着应当是最后被雨给浇灭了，不然怎么会只烧了那几个山头，定然是连这一片连绵的山脉都给烧了。他心下一时有些沉重，对江一绵的身份也没有了之前的怀疑。正想着，刘老头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你们是谁？为什么来小洼地？眼见着双方的战争蓄势待发，太爷，刘叔，他们不小心在林间迷了路，想来讨碗水喝。跑这么远来讨水，还不如找个小池塘喝几口水。谁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咱们还是小心为妙。赵达听着这话很想反驳，但却找不出可以反驳的地儿来。他家老爷这借口确实是有些离谱了。江一绵只递给刘老头一个安心的眼神，才招呼宋老爷3个人朝屋子里走去。一绵，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把人带进来了？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啊？娘亲放心，他们不是山匪。
与其让他们一直被这些人怀疑，不如他主动出击，带这几个人亲自来体会体会。宋老爷3个人却神色如常，喝了水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只是四处瞧着，看什么都新奇。宋老爷本来正环顾四周，打量着几间屋舍，却被小野几个人在地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给吸引了视线。哎，你们识字啊？只认识几个字。这些字都是你写的吗？是我们3个人写的。宋老爷惊讶地看了小暖儿和大丫一眼。真厉害。农家人识的几个字都不容易，更别提让家里的丫头跟着识字了。这几家人倒是比他想的还要开明。他又随意问了几个孩子一些问题，才看向院子里其他的人。每个人虽然都忙着自己的事儿，但明显都有些紧张和惴惴不安。除了一开始遇上的那个姑娘，只随意地喂着鸡，倒像是当他们不存在似的，和一开始表现出来的害怕和不安有些矛盾。再结合林彦安说的，对方一刀就砍死了头野狼，宋老爷摇头轻笑了一声。这姑娘怕不是早就猜出他们的身份了，一开始装出害怕，只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好只带一位随从进来。眼前这姑娘确实是不简单呐，不像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乖巧柔弱，说不定还真的能帮上她呢。姑娘，可否借一步说话？故作迟疑的点点头。这个人要是再不表明身份，他可都要装不下去了。2个人走到不远处的菜地前。你们都是山下杏花村的人？大树哥3兄弟不是，他们是上山的流民，意外遇上就留他们在这儿一起住了。宋老爷思考了半晌，才问了一句：姑娘可清楚山下那些山匪的情况？江一年没说话。实不相瞒，我是清水县新来的县令宋全照。这次之所以来找姑娘，一是因为担心你们和山匪有关，二是想让你们帮忙。他不是锦城府的人，要不是因为得罪了人，他也不会被调来清水县当县令了。原本凭借他的那些政绩是应该高升了，可谁曾想却被贬到了这清水县来，还摊上了个山匪肆虐的县。知道山匪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在想办法了。可那些山匪狡猾，山寨还背靠着连绵的大山，易守难攻，就连通往山寨的路也被堵上了，甚至还在那附近设上了瞭望塔，明显是一群有经验的山匪。他们的人只要有所行动就会被发现，至于山上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不敢贸然上山，只怕还没探清山匪的消息呢，就先喂了野兽了。上一次好不容易安排了人混进山寨，可消息没拿到不说，人也失踪了，至今都下落不明。而且据他们所知，山寨里还有很多被强抢的民女和不少普通人，他们若是贸然打过去，这些人应当也会没命的。江一棉故作惊讶地瞪大眼睛。我只知道那些山匪的领头是赵三刀，他们一行人是从天岳府逃来的，其余的就不清楚了。他知道的确实不多，倒是没想到连官府都对山寨的消息不甚清楚。宋全照皱了皱眉，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群山匪短短大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建得如此完善了。天岳府是战乱爆发的地方，那地方山匪肆虐，朝廷几次派兵剿匪都以失败而告终。此次若不是战乱发生，乱兵杀红了眼，那些山匪也不会逃走的。没曾想倒是聚集在这儿了，真是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呀。姑娘可还知道其他的？不知道山寨的具体情况，就想不出对策对付那些人来，而山寨也就会一直在，流民也不敢回家，镇上也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去维护治安，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赈灾银去给流民施粥。午饭做得简单，都是些野菜和青菜，这是江一棉特意嘱咐过的。他可不做那赔本的买卖，既然要帮县令，那他怎么也得弄点好处不是？至少要让对方觉得他们过得很惨，到时候不管是给粮食还是银子，那都行。
果不其然，宋全赵几人一看见那清汤寡水的苞米糊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心下只有一个想法：这几家人过得还真惨呀！每个人碗里的苞米糊糊稀得都能照镜子了，更别提桌上的其他菜，每个盘子里也没有什么油水。林彦安当即也不觉得自己被坑了30两了，只觉得自己心地善良，30两就30两吧，谁让这几家过得这么凄惨呢？若是整日都吃这些，他怕不是一见着人就要上去啃一口了。这些人能只要银子都已经很好了，而其他的人倒是没什么感觉，还依旧吃得欢快满足。见这个场面，原本就没胃口的宋全赵几人更是五味杂陈，只摆手让众人吃，说自己不饿。没道理，别人都吃不饱了，他们还要来分一些粮食吃，一顿不吃也饿不死。于是就有了这么奇怪的一幕：几家人围在桌前，开开心心地吃着菜，满脸都是满足，而周围3个盯着看的人，眼中时不时的还划过一些懊恼之色，不知道的还以为几人做错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呢。见几个人都不吃，江一绵也没强求，吃过了饭才告诉宋全赵说：我虽然不清楚山寨的情况，但我有办法让你们知道。你真有办法？他原本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毕竟那群山匪是从天岳府逃来的盘踞多年的匪患，对于躲避官府的追查和探听定然很有经验。姑娘，你有什么办法？他家的那些货可不能丢啊，其他的倒还好，可里面还有几样名贵的东西呢，那可是他为几家铺子准备的镇店之宝，能不能在他爹面前长脸，可就看那些东西了。大人今日也看见了，我们几家虽然逃过一死，但一直在这山里，只能靠挖些野菜和树根度日。山里的地也不好开荒，家里也多是老弱病残，日子很不好过的。宋全照想了一会儿才开了口：你若是真能助我铲除山寨，我定重重有赏。江一绵听着这大饼，差点翻了个白眼儿。明明他只说是告知他们山寨里的情况，可这家伙倒好，一句话就变成助他铲除山匪了。哼，好好好，果然不愧是当官的。大人知道，我一个农家女哪有那个本事铲除山匪啊，更不敢要大人的赏赐了。铲除山匪是官府才能做到的。姑娘放心，本官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你提供的消息若真能助本官铲除山匪，本官嘉奖你40两，如何？40两可不少了，农家人省吃俭用都能够一户人家生活10几年的了。大人知道的，山匪有多狡猾残暴，民女能知道一些消息，还差点付出了生命呢。这大半年和3户人家一起躲在山里，也受了不少苦，每日都害怕有野兽和山匪冲进来，担惊受怕了好些日子呢。怎么着？这是提醒他不要狮子大开口？切，他才不在乎呢。这人都想白白利用他了，他可不能退缩，务必得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宋全照听了皱起了眉。好，你提供的消息若是真的能助本官铲除山匪，本官给你100两，如何？若能铲除这些山匪，流民就能迅速安顿下来，那他这个县令的政绩上就又要多加一笔了，也能在锦城府的知府大人面前露露脸。想来知府若是知道山匪顺利解决了，也不会吝啬这100两的。江一绵这才满意了，100两，但也是这县令能拿出来的最多的银子了。若大人铲除了那些山匪之后呢？我们的户籍和田地怎么办？那些事儿还在安排。你们眼下有地方住，需要等本官把其他流民安置好，再来安置你们。江一绵见状倒也没再多问，正要带几个人走。一绵姐，那人醒了，你快来看看。正要去看看，却猛地想到了什么。大人，民女前些日子在小洼地救了个人，民女不清楚他的身份，你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宋全照皱了皱眉，只连忙应了声大人。宋全照连忙上前笑着说：
你好好养伤，不用行礼。看见你没事儿，太好了。我派了不少人在附近寻找，却都没找到你的踪迹。没曾想你倒是在这儿啊。张力却是摇了摇头，艰难地说：属下没用，未完成大人交代的任务，还请大人责罚。他还没混进山寨就被发现了，别提打探消息了，能活下来已经是命大了。没事儿，你能活着就已经很好了，是本官思虑不周，差点让你去送命啊。一开始他只以为是普通的山匪，就想着让人去打听下消息，可现在知晓那些人是从天乐府来的，他就明白了，让人来打探消息就等于是来送命啊。大人不会怪你的，你幸好没事，我们几个都担心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张力只摇了摇头，还要再说什么，猛烈地咳嗽起来。江一棉连忙上前给对方把了把脉，又检查了伤口。大人，他受伤太重，还是让他先歇着吧。张力和赵达是跟着他来锦城府的，他早已把两个人当成了左膀右臂，如今瞧着张力伤成那样，还能捡回一条命，他只对江一棉有些刮目相看了。一个小小的农家女，带着这么多人在这山林间开荒种地，还会医术，这魄力和能力绝对不容小觑。而且他看得出来，小洼地的其他人都是以眼前这个小姑娘为首的。张力最近就在姑娘这儿养伤吧，姑娘放心，张力的医药费和伙食费本官会给。带了几个野菜饼子和2竹筒清水，就送几个人离开了。回去的路上，3个人都格外沉默，没有一个人喊累，反倒是走得更快了一些。再加上江一棉没有绕路，1个多时辰就到了林子外。棉姐，没事吧？你先吃些东西垫垫肚子，回去再好好吃。我们有些事要做，你先回去吧。林子里的其他人见到宋全照安然无恙的回来，也松了一口气。宋全照则是看向了江一棉，说道：姑娘，现在可以说是什么办法了吧？马上就要入冬了，山寨的事不能再拖了。若是大雪前流民不能安置完成，朝廷就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得加快进程了。大人给我几个人，让他们听我的指挥。今日前，我定让你们知道山寨里所有的情况。几个捕快只以为江一棉在吹牛。就凭你，官府的人都做不到，你凭什么？少在这吹牛了。就是大人，你可别听他胡说，一个农家女罢了，能帮我们什么？大人还不如用师爷的办法，找人混进山寨来的容易。你说混进山寨容易，那你就想办法混进去。本官是县令，你却要听师爷的，我看你是不把本官放在眼里。现在就回去和师爷想办法，明日前本官要从你们那听到山寨里的情况，若说不出来，本官治你们一个扰乱办案的罪。清水县以前之所以贫穷落后，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上一任的县令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战乱一起，县令直接就跑了，对县里的百姓是不管不顾。好在是在最后逃去京城的途中被人给拦下了，因着带了太多的金银财宝，又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立刻就被知府发现贪污，那县令就被关进了大牢，如今估计已经问斩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被调到这儿来。这些县衙里原来的捕快和师爷想骑在他头上，真是可笑。他这些日子没理会，只是心思都放在流民身上了。如今这几个人也是时候该处理了。听着这话，那2个师爷的推崇者当即吓得跪地求饶。宋全照却没理会，直接让人带走了。江姑娘需要多少人？江一棉指了指还剩下的一个捕快，又指了指赵达。就他们2个人吧。宋全照点了点头。这2个人都是一直跟着他的人，不会惹事儿，用起来也放心。他嘱咐2人听从江一棉的话，就要带着林彦安离开。大人，我可不可以留下跟赵捕快他们一起？他实在是好奇江一棉的法子到底是什么。
宋全照看向了江一绵，见他无所谓，才应了声，又嘱咐几个人不能打草惊蛇，遇见危险赶紧跑，保命最重要，之后才离开了。衙门还有不少事儿等着他处理呢，他得先回去看看，等了解完山寨的情况，才能做出相应的对策来。等人都顺着小路下了山，江一绵才带着3个人去了半山腰处的林子里。几人躲在灌木丛后盯着山寨以及通往山寨的那条大路，足足等了半个多时辰，他们什么也没发现。江姑娘，我们不是要去查看山寨里的情况吗？在这儿干什么？江姑娘必然是有好办法，你们不要担心，安心等着就是。这家伙可是能徒手对付一只饿狼呢，肯定有其他的法子知道山寨的情况。那江姑娘可否先告诉我，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江一绵没在意那3双期待的眼神，拿出野菜饼子和竹筒分给几个人，才淡淡的说：当然是守株待兔等山匪，一会儿瞧见落单的山匪，抓一个来问问山寨的情况就是了。江姑娘，你先前的话莫不是在诓下令大人吧？在山寨门口找落单的山匪，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且不说那群山匪每一次出行都是好几个人，压根就不会有人落单，就是在山寨门口抓山匪这事儿也实在是太猖狂了一些。那瞭望台上的几个人可是能把附近瞧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只要从林子里出去就能瞬间被盯住。马明看傻子似的看了江一绵一眼，实在是好奇眼前这胡说八道的人是怎么把县令给诓骗住的。林彦安这会儿也有些懵了。江姑娘，你还是不要开玩笑了，还是赶紧做正事。他家的货可就指望这人了，别说他看走了眼，这人就是个胡说八道的，拿他们寻开心呢。我没开玩笑，你们在这儿盯着，我去睡一觉，有人来了叫我。话落，他就从地上起身，飞身上了树，靠在几根树杈间闭上了眼睛。赵达气坏了，拿着手中的野菜饼子就恶狠狠地咬了起来。我一个英明了20多年的人，怎么就被一个小姑娘给骗了？气死我！咬着手里的菜饼子也更加用力了。本以为这味道会很难吃，没曾想倒还不错，才觉得空荡荡的肚子舒服了不少。马明和林彦安也是如此，大口吃完了饼子之后，就连刚才的郁闷都消失了不少。可又一想到他们真要在这白白浪费时间，就着急得不得了。马明看了眼树上那个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真在这儿等吗？那山匪有多狡猾，他不知道，你应该是知晓的。他们一早就想过用这个方法了，官府好几次抓人都扑了个空。那能怎么办？先等着吧，我们也没办法，还是先听江姑娘的吧。2个人同时叹了口气，默默盯着山下的路。林彦安则是不太相信江一绵的方法真的是守株待兔，就凭对方能用他做饵杀狼，他就知道这人必然不简单，要不然他也不会特意在县令面前提起他了。他倒是要看看对方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不得不说，他还真猜对了，江一绵确实没打算真的在这儿守株待兔，他只是先来碰碰运气，只等天黑就一个人潜入山寨，仔细查看里面的情况。之所以这会儿在这儿，一是想让赵达几个人有些事儿干，二嘛就是想验证自己的猜想。他有2次在申时见过山匪赶着马车从这儿回去，猜测那些人是出去采购的，就是不清楚山寨是间隔几日出去采购一次。正想着，就远远听见了杂乱无章的马蹄声，他瞬间睁开眼睛，飞身下树来到了赵达几人身边。3个人还有些懵，来了。3人瞬间收起那吊儿郎当的神色，路的尽头就出现了6、7个赶着马车的男人，足足有3辆马车。马车走了一会儿却停下了，赵达皱起了眉，有些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可江一绵则是把那几个山匪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哎呦，哥，我憋不住了，快让我下去撒泡尿，一会儿尿裤子了。懒牛懒马屎尿多，你小子怎么回事？马上就到了，回山寨尿。哥，哎呦，我求你了，真憋不住了，再颠下去
我非得在这马车里尿出来不可。你不心疼兄弟，总得心疼这满车的吃食吧？哎呦，快点儿！见山寨就在不远处，才骂了一句：你小子太恶心了，赶紧滚去撒尿去，一会儿别坐马车，自己走回去，咱可不等你，赶紧滚！真要尿在马车上，我扒了你的皮！话落，跳下马车就钻进了林子里。那个落单的山匪这会儿却没有刚才那样着急了，只四下看了看，才小心地在地上刨了一个坑，刚把怀中私藏的钱袋拿出来，脖子上就架了一把刀，偏偏还不敢动弹。他娘的，他一个山匪都还没拿着刀威胁过人呢，反倒是被其他人给威胁了，这像话吗？你最好老实点，我这刀定会在你还没叫出来之前砍断你的头。二狗说：好久不见呢。眼前这个人和半年前没太大的变化，那眼里随时闪烁的小聪明还和以前一个样。江家丫头，你们没死，这大半年都在山上。把你知道的山寨里的所有情况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若有半句假话，我现在就让你人头落地。你们是什么人？官府的人。你现在把知道的说出来，县令大人说不定会给你减轻刑罚。江家丫头，他们若真是官府的人，你可要为我多说几句好话呀。都是一个村的，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去死吧？我当初可真没想害你们呢。好不容易出来采买一回，私藏了点银子，还被官府的人给抓了，他这是什么运气啊？如今也不可能再回山寨了。看这些人的样子，官府的人估计也打算剿匪了。他现在说了山寨里的情况，还算戴罪立功，若是晚了，可就只有砍头的份儿了。寨子里如今有多少人？普通百姓又有多少？寨子里如今估计有200多人。至于普通百姓，男人早就和山匪搅和在一起，也不算百姓了，只是一些女人和小孩罢了。我也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江一年皱起了眉，就要用力朝对方的脖颈砍去。这寨子里总共324人，女人和小孩估计70多个，不超过80，里面没有老人，都是青壮。别杀我，我只记得这些了。江一棉这才满意了。那些女人和孩子一般住在哪儿？还有粮仓、库房在哪儿？王二狗吓得浑身都是冷汗，捡起树枝就在地上写画了起来。从这正门进去，左边一排屋舍都是那些女人和孩子住的，往前走有一排屋舍阻挡，是我们这些干杂活的人住的。通过这排屋舍，里面才是那些山匪住的地方。我进去的少，那空地对面是赵三刀和人谈事的地方，也是山寨集会地。至于粮仓和库房，我真不知道在哪儿。那个赵三刀行事极其小心，压根不会让他们这些人知晓库房在哪儿。有各位官爷，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你们定要在县令大人跟前替我美言几句，饶了我的性命啊！聒噪！这些事情我会回去告诉县令大人的，我们会早做安排，争取早日剿匪。这人的话不说全是真，大概有7分。县令想剿匪，正好把林家送银和山寨采买一事利用起来，到时候他再潜入山寨暗中帮衬，最好是能一举拿下山匪。王二狗私自脱离山匪队伍，晚上没有回去，那些人应该也不敢声张。一是因为对方在寨子里不重要，二也是因为那几个采买的人压根不会以为这人是出了什么事儿，与其放回去打草惊蛇，还不如直接带回衙门。江一年当即歇了现在进去的心思，径直回了小洼地。万一他先打草惊蛇就不好了。小洼地里欢声笑语，可衙门里这会儿却是一片肃穆。这群山匪真是猖狂，在本官眼皮子底下威胁人。大人，山匪要1000两银子，若不送去，就要杀了林家的人。你先回去筹集银子，明日这银子是要送去的，但剿匪也是要同步进行的。
剿匪一事他已经准备很久了。官府最近征集来了不少捕快，多是些回乡的士兵，一部分在各个镇里巡逻维护治安，管控流民，一部分在衙门里待命，剩下的还有近300人，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冲去剿匪。若那王二狗没有说谎，那他这些人应当是足够的。但山寨那位置易守难攻，这匪还真的没那么好剿。若明日不能一举拿下，衙门怕是会损失惨重。而府城里现在也在缓慢的恢复当中，知府也有一大堆的事要做，不可能给他提供太多的帮助。不过护送赈灾营那一小队人马还留在衙门里，那些人原本是想用来镇压流民的，可如今倒是可以帮他剿匪。明日去送银子就是一个好机会，他不能错过，定要一举拿下才行。第二天，江一绵直到申时才借口出去找咪咪，出了小洼地。山寨里今日巡逻的人比昨天更多了一些，连瞭望台上的人也是严阵以待，估摸着都是在为林家送银子一事做准备。他们在赌林家的人不敢报官，在赌官府的人攻不破这山寨。不得不说，山寨的位置确实不错，连接着一片深山，这些山匪若是想跑，直接躲进深山里，那官府的人就是找个10天半个月也很难找到那些人的踪迹。不过江一绵可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见时间差不多了，他直接就越过了那2米高的栅栏，潜入了山寨。距离酉时7刻还有2个多小时，时间很充足，够他捣乱的了。一进入山寨，迎面就遇上了一队巡逻的人，他直接躲进了一旁的屋舍里。见屋外的巡逻队已经离开，正要出去，就见几个小妇人说说笑笑的走了过来，瞧着是要进来，一个闪身就躲进了衣柜里，还没来得及关上门，一个黑影也倏地窜了进来，迅速关上了门。那道黑影显然也没有想到柜子里会有人，伸手就朝江一绵袭来。江一绵躲避不开，索性不闪不避，拿着弯刀匕首直接朝着对方插了过去。屋子的门却在此时被打开了，2个人连呼吸都敛住了，只是小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今日真是怪了，为什么这么早就吩咐我们做饭啊？现在吃了，半夜不会还要我们再做一顿吧？谁知道呀，做饭就做饭吧，寨主的话谁敢违抗？嗨，我听几个山匪说啊，似乎是为了上次抢回来的一批货的事儿。那货啊，听说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寨主特意命人去那大户人家递了消息，让人呢送银子来赎货和人。我听说那货不是卖了大半了吗？还赎什么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估计啊是为了柴房里关着的人，那里面啊有那大户人家的少爷，我估摸着是有来无回了。这群山匪真是狡猾又狠辣，又不讲信用，恶心死了，还想留着我们给他们生孩子，我呸！你可小声点儿。行了，赶快出去做饭吧，小心挨骂。话落，几个人才出了屋子，屋内再一次安静下来，明亮的光线瞬间照亮了柜子。你怎么在这儿？陆慈简显然也没有想过会在这儿遇上江一绵。你又为什么在这儿？少年本就长得俊逸，一笑瞧着就让人心神一荡。江一绵瞥了他一眼，很快又移开了视线。当然是来给山匪下毒了。外面虽然有衙门的人在，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这一群山匪狡猾狠辣，又对附近的地形熟悉至极，他怕官府的人不能一网打尽，到时候若是有漏网之鱼，这山寨就又会死灰复燃。陆思简点点头，他今日来也是为了下毒。意外听说衙门的人要剿匪，就打听了一下消息，估摸着会趁林家送盐的时候行动，于是他就早早来了山寨。倒是没想到有人竟和他想的一样。你想下什么毒啊？泻药。江一鸣瞬间翻了个白眼儿。哎呀，好好好，陆慈简这家伙看着一本正经的，没想到如此腹黑。用泻药可以说是饭菜不干净，可他若是用了蒙汗药，
估计也会被官府的人怀疑。看来这家伙思虑还挺周全。正说着，屋外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房门前停了下来。我一会儿就来，忘了个东西。话落就推开了门。你若是敢叫，我立马杀了你。小桃连忙点头，看了眼旁边的陆子简，一对上那道冰冷的视线，吓得他整个人都是一哆嗦，慌忙收回了视线，不敢再到处乱看了。江一棉正要敲晕对方，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江一棉点点头，终于认出了对方的声音，是刚才那个说山匪恶心的姑娘。太好了，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吗？你放心，我不是山匪，我就是被他们掳来的，我也是百姓。天知道他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了。自从躲在村里的地窖被这群山匪给找到，他每一天都想跑，可寨子里的山匪太多了，跑不了，只能日复一日的和这群令人作呕的山匪一起生活。这群杀千刀的山匪害死了他的亲人，这个仇不共戴天，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山寨乱起来，你带着普通百姓往山上跑，躲进林子里。由眼前这个人疏散普通的百姓，他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儿，而且那些人应当也更愿意相信同在山寨的伙伴，而不是陌生人。我定会把大家一个不少的带上山。江一棉没再理会他，反倒是和陆子简对视了一眼。少年弯了弯唇角，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留下一句小心，没了踪迹。江一棉也直接闪身离开，径直朝着山寨内部奔去。一路上躲避巡逻的队伍，江一棉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江一棉看了眼正门处守着的人，足足有20人之多，他们都分散在屋舍外把守着，明显是因为有重要的东西在此。他一个飞身，直接就跃进了院墙内，在几间屋子里四处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径直去了地窖里。半地窖都是上等的米面，估摸着是从过路的商队那儿抢来的。找了半天，除去2个锁着大锁的箱子里有一些银锭子以外，剩下的竟然都是药材。这荒年里，山匪都抢不到太多好东西。江一棉看了2个箱子里的银锭子一眼，估摸着有个1000多两。他只把1个箱子丢进了空间里，剩下的就留给还在四处游荡的流民吧。粮食和药材也是如此，他都留下了一半。依照宋全照的性子，估摸着会拿来补贴流民，这也当他做了件好事了。这会儿的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一时间山寨门口都是惨叫声。真没用啊！朝廷的这些人看来都是饭桶，连山寨都进不了，还剿什么匪呀？可不是，笑死人了！这群山匪可不像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反倒是早有准备的样子。看来衙门里有内鬼啊，就是不知道陆子简下毒的事怎么样呢？寨子里有多少人吃了食物又喝了水？江一棉看着完全是被压着打的捕快，也皱起了眉，看来还是低估了这群山匪的呀。就这样持续下去，那官府的人很快就会惨败的。他拉弓射箭，一气呵成，只听咻的一声，带着火焰的箭矢朝着寨子里的屋舍飞了过去。几处早已被他浇上汽油的屋舍瞬间被点燃，火光照亮了昏暗的山寨。走水了！救火！快救火呀！寨子里瞬间乱了起来，众人还没跑几步呢，就觉得肚子疼痛难忍。这下就连救火也顾不上了，每个人都四处找茅房拉屎。小桃瞧着那火焰瞬间蔓延开来，只赶紧招呼那些被掳来的姑娘以及那些被关在柴房里的人，就朝后山上跑去。瞧着20多个姑娘和零星的几个男人朝山上跑去，松了口气。眼见着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山匪瞬间就萎靡下来，官府的人如入无人之境，全都杀进了山寨。宋全照皱着眉，一时只有些摸不着头脑。本以为今日的计划被扰乱，剿匪一事要耽搁了，刚才他都打算撤退了，可谁曾想
这群山匪突然闹了肚子，全都只顾着拉屎，山寨里也起了火，乱成一团，倒是让他们没怎么费力就全给拿下了。这事实着实是太奇怪了。此时赵达几个负责灭火的人也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如何？有没有百姓受伤？大人，屋子里都没人，也没发现什么百姓。这百姓一个不在，山匪吧，全都闹了肚子。要不是确定自个儿是在剿匪，他都怀疑今儿个是来看山匪拉屎的了。你再带几个人去山上找找，务必把人完好的带下来。赵达连忙应了声，带着一队人马就上了山。其余的人则是在清点寨子里的山匪和财物。江一棉就是这会儿从山上下来的，他没在寨子里发现陆慈简的踪迹，不确定对方是离开了还是被官府给发现了，只好前来看看情况。宋大人，寨子怎么烧成这样了？还有那些山匪，出什么事儿了？江姑娘怎么在这儿？赵大没嘱咐你今日不要出来吗？这一切会不会是眼前这个人的手笔呢？这不是好奇官府剿匪什么样吗？我就来凑凑热闹。大人放心，我就远远看了几眼，看寨子里安定下来才下来的。宋全照瞧着江一棉脸上的好奇，打消了脑海中的念头。官府的人都做不到的事儿，眼前之人怎么可能做得到？他一定是想多了。这个人若真的那么厉害，怎么会窝在山上不敢出来呢？至于从王二狗那儿得到山寨的消息，那纯属是意外。至于吃坏了肚子嘛，那还是很常见的。估摸着是山寨的厨娘没注意，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官府能顺利剿匪，还要多亏江姑娘。我会替清河县的百姓感谢江姑娘的。宋大人言重了，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记得100两银子就好。宋全照嘴角抽了抽，越发确定山匪的事儿和江一棉没有关系。大人，小的在地窖里发现了粮食和药材，还有一些钱财。好，这下好了，流民有粮食吃了，不用饿肚子了。朝廷虽然发了不少赈灾粮，但一级级剥削和贪污下来，到了清水县已经没有多少了，他正愁得不得了呢。好在有了这些东西，也幸好不算太多，他向知府禀报一声，就能自行分发给流民了。见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宋全照才说：马明，你一会儿送江姑娘回去。多谢大人，民女对山里熟悉，就不劳烦马捕快了。民女有一事想求大人帮忙。江姑娘请说。民女的爹爹于半年前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还有大哥，在爹爹失踪后不久，就因为朝廷抓壮丁被带走了。听闻最近战事了结，大人能否帮民女找到大哥和爹爹的踪迹？家里的每个人对他都很好，他不想看见他们伤心难过。宋全照听了一怔，又细心问了两人的名字和样貌特征，才又说：江姑娘放心，此事本官会尽力的。宋全照见他过来，指了指旁边堆放的箱子说：林家的货只有这些了。原本数百箱的药材已经只剩下20几箱了。那些药材就当我林家捐给流民的吧，任凭大人处置。虽然亏了不少，但对于他们林家来说也不算什么，不如以此在这位县令面前露露脸，再在百姓里博个好名声，也不枉他走了这么一遭。本官替那些流民谢谢林家了。大人言重了，这是草民应该做的。江一棉见林彦安在宋全照面前游刃有余的样子，倒是有些意外，心里的那点心虚和尴尬瞬间也消失了。他若是不收，那药材凑在一起还是能值不少银子的，说不定就要上交了，最后也落不到流民的身上。回到小洼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江一棉虽然没有告诉他们官府今日要剿匪，但他们也能猜出一些来。王凤琴见女儿完好无损的回来，才终于是放心了。一棉呐，外面怎么样了？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以后我们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这里没有山匪，只有我们了。安静的小洼地瞬间就热闹起来。一棉，你是说没有山匪了？不仅没有山匪，也不会有流民再上山了。县令大人已经在镇上设立了粥棚，那些流民现在都有的吃。过些日子呀，估计就会被县令安置好了。没了山匪，那些滞留的人就能顺利领粮回家了。听着这话，众人都开心得不得了。以前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没了山匪，那他们也能随意下山了，以后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随时有生命危险了。江一棉听着这欢声笑语，嘴角也不自觉地弯了弯，看着窝在脚边的咪咪，才忽地想起陆慈简来。这家伙是又离开了吗？回来一次居然也不上山来看看，亏得小洼地里还有不少人惦记他呢，真是没良心。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半个月就过去了。山里也正式入了冬，空气里像是带着冷刀子，风一吹脸上就刮得生疼。都围在烤火桌的旁边聊着天儿。张丽最近伤好了不少，这会儿正唾沫横飞地讲着以前在衙门里捉毛贼的事儿，只把几个孩子听得眼睛都亮了。就听见刘老头惊呼了一声，就瞧见咪咪的嘴里叼着一只狍子跑了回来。张丽也凑过来看，这是咪咪带回来的。江一棉也有些意外，奇怪地看了咪咪一眼，这家伙什么时候给家里带过猎物啊？还是只这么大的傻狍子？这傻狍子瞧着刚死不久啊，血都没干。咪咪这么厉害？应该不是老虎咬死的，像是被什么利器扎死的，倒是被咪咪捡漏了。刘老头这才点了点头。咪咪估计是闻着血腥味找到的，刚才吓我老头子一跳。江一棉却盯着傻狍子好一会儿，蓦地想到了陆慈简，该不会是这家伙让咪咪带回来的吧？咪咪什么时候能把猎物朝家里带过呀？想到这个可能，他只有些想笑，还以为陆慈简这家伙半点良心都没有呢。眼下看来，估摸着是有事脱不了身，不然应当是会来看看大家的。屋内正热闹着，张丽、刘太爷，你们在哪儿？一出来，老远就看见赵达背着一筐东西。赵大哥，你带的这是什么呀？米、面，还有10几斤肉，大人让我送来的。哦，对了，还有5两银子，不多，这是县令大人自己给你们送来的。谢谢你们救了张丽。快进来，屋里暖和。张丽一看见好久不见的兄弟，这连忙问起了镇上和县里的情况。各个镇上大部分的流民都领了粮食和种子，早早就回家乡了。还有一些不想回去或者回不去的，大人最近在安排，估计要不了几日也就安排完了。赵小兄弟，大人打算怎么安排我们呢？说实话，他们在这小洼地生活了大半年，已经习惯了没人打扰的生活，都有些不大想去其他村子了。大人还没说，你们是怎么想的？是要继续在这山上，还是想去其他村子？赵大哥，你能不能告诉县令大人一声，我们不去其他村子，给我们随意挂个户籍就是了。他们要真是被安排去了其他的村子，路途遥远不说，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总归也没有在小洼地里自在。江姑娘放心，这话我会告诉大人的。众人一听松了口气，只要不去其他的村子就行。赵达又和众人聊了几句，就要告辞离开。江一棉只说出去送送他。二人一出了屋子，走到偏僻处，江一棉才问：大人怎么说呀？我那100两什么时候给我？他实在是有些怀疑，这银子还能不能兑现了。赵达有些尴尬地说：大人说嘉奖仪式已经上报了，估计还要过些时日才能下来。今年估计是别指望了，眼下都腊月12了，再过20多天就要过年了。江姑娘，嘉奖仪式虽然没着落，但上次你说的找你爹和大哥的事情，大人已经安排下去了。可有什么消息？当然有，不过是关于你大哥的。最近衙门不是新收了批捕快吗？那里面有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你大哥当初不是被抓壮丁了？
我估摸着那老兵应该有消息。他今日来主要就是为了告知对方这个消息的。明日我就和赵大哥一起去衙门看看如何？这会儿申时已经过半了，冬季里白日短，说不定还没去镇上呢，就天黑了。明日刚好是清河镇赶集的日子，你们这么久也没去镇上看看吧？正好可以带其他人一起去，顺便办年货。这些日子镇上可是热闹得很啊！马车进了镇子，很快就停了下来，街道上人头攒动，各种小摊贩叫卖的声音响起，是热闹的紧。知道几个人要卖东西，赵达就径直带着众人去了一条最热闹的街道，找了一处空位。他和众人约定一会儿在这碰面，就先离开了。狗剩和赵大树瞧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一时还有些紧张，可江一年倒是没什么感觉。他从隔壁卖馄饨的老夫妻那儿借来了张桌子，之后就把背篓里的魔芋摆了上去。刚一摆上，立马就有人凑了过来。姑娘，你们这是卖什么？这是魔芋，可香了，可以尝一尝。麻辣弹牙的口感直让他眼睛放光。这麻辣的东西就是这桶里灰扑扑的魔芋做的？这魔芋豆腐啊，不仅能凉拌，就是炒着吃、煮着吃，味道都很好。你买回去就当添份菜了。小妇人一听这话，高兴坏了。这冬日里就没什么菜可吃，除了地里的萝卜白菜，就是些腌酸菜，一天3顿都吃这，她早就吃腻歪了。这魔芋怎么卖？3文1份。那瞧着不小了，能做满满一盘菜呢，算是个划算东西了。给我装一份。卖出了第1份就有第2份，再加上还能试吃，不少的人都围了过来。有了魔芋的畅销，他们2个人带的鸡蛋和编织的一些竹篮草鞋也很容易被卖了出去。这咋也叫魔芋？是那魔芋果做的吗？我记得那东西不是有毒吗？这吃了没事儿？这话一出，本来要买的几个人一时有些犹豫了。哎，那魔芋果煮熟了就没毒了，能吃。你什么人啊？卖有毒的东西，造孽啊！对呀，别是想毒死我们吧？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你给我退了。对，我也不要了。姑娘，你这东西是啥做的？确定没毒吧？这东西确实是魔芋果做的，魔芋果生吃也确实有毒，但只要煮熟了再吃是没有毒的。你们刚才应该都试吃过吧？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刚才试吃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香了。放心好了，我们已经吃了好些日子，若真是有毒，我们早没命了，哪里会来卖东西？对呀，你们放心好了，若是真的有问题，只管来找我们，这生意我们会一直做。一听这话，众人才放了心。冲你们实话实说，我就信。众人这会儿也都没了太多顾虑，买过的径直带着魔芋离开了，没买过的尝过味道之后，也都买了一份带回家去添添菜。今日的魔芋卖得不错，倒是可以考虑当个长久的买卖来做。眼见着摊位前没了人，呵，刚才吓死我了，还以为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了。第一次卖东西，紧张是正常的，下次你们就要自己来啦。2个人连忙认真的点头。江一年去旁边的摊位还桌子了，那个老婆婆正在摊位前包馄饨。多谢奶奶了，这是我们卖的东西，可以当菜吃，味道很好的，奶奶和爷爷可以尝一尝。丫头，没事的，不用送吃食，你们这是卖钱的，我老婆子哪好意思要，下次要用桌子继续来搬啊。奶奶若是不收，我以后可不好意思来借东西了。老奶奶一听也只好收下了。见时间还早，赵达估计还在忙着，江一年就给了赵大树和狗剩每人30文，让他们自己去买东西。一棉姐，这是你卖魔芋的钱，我们不要。我家今天卖的鸡蛋和篮筐有个100来文，不用你给钱。太爷可许诺给我跑腿费了，一棉姐，你的钱你就留着吧。也就今天给你们，下次可没有这么好了，就当是压岁钱了。随你们买东西，想买什么都行，但只有今天一天，以后啊，可没有这好机会了。快过年了，小洼地里也要有点过年的氛围才是。刘太爷和小云婶儿他们肯定是舍不得铜板买东西的，这些钱就得他来出了。
卖魔芋得了200多文，再加上县令给的5两，还有从林彦安那儿得来的5两，以及从山寨里收的500两，他如今也算是有一笔巨款在身了。带着巨款的江一绵和狗剩2人约好，一会儿就在摆摊的地方碰面，之后就去了一处偏僻的巷子里。他从空间里拿出不少药材塞进了背篓里，大部分都是在山上采的药材，以及山寨里林家的货，正好拿出来换银子，顺便了解一下这镇上的药铺。记忆里听人说过，清河镇最大的药铺就是回春堂。问清楚了路，就一路走了过去。这会儿临近午时，回春堂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伙计正和一位打扮素净的姑娘说着什么，估摸着是哪家大户人家的丫鬟。给我来一盒枣珠，就是最贵那一款，我家小姐说用着不错。江一绵有些好奇，就也走了过去。在山上，不管是洗衣服还是洗澡，大家都是用的皂荚。洗衣服倒还好，可洗澡实在是用不太习惯，所以他就从空间里拿出沐浴露和洗发素，装在了小瓷瓶里分给大家，只说是自己做出来的，倒是没让众人起疑，以至于他以为这个时代只有皂荚这种洗护用品呢。皂珠这东西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盒子里每个拇指尖大小的圆球上都沾染上了颜色，各式各样，瞧着花花绿绿的，但从那碎掉的一些残渣中，这瞧着不像是香皂，倒像是面粉。看什么看？你买得起吗？这是枣珠，可不是你们这种泥腿子用得起的。泥腿子至少不用当丫鬟伺候人，一个卖身为奴的人也好意思说泥腿子？你这狗腿子可比不上泥腿子呀！那丫鬟气得不得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气得离开了铺子。哟，姑娘可是想要买只枣珠？拿着枣珠凑到鼻尖嗅了嗅，除却香料的味道，他还从里面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清香，似乎是无患子，在这古代确实是不错的洗护用品。不过里面混合着面粉，用起来自然就没那么光滑细腻了。这东西怎么卖？10文一个，姑娘可需要？这么小一个就要花费10文，确实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东西。而且他瞧着这东西省着用，最多也就能洗2次，等于说是洗1次澡就要5文钱，这可是暴利呀，可比他卖魔芋豆腐赚钱的多呀。那他若是做出香皂拿来卖，估计能赚不少呢。眼下没了山匪的威胁，赚钱就是最要紧的事儿了。看来他得好好考虑考虑做香皂的事儿了。江一绵又多看了几眼，倒是对回春堂的印象好了不少。我是来卖药材的，回春堂可收？自然是收的。最近药铺正好缺药材呢，他家掌柜都要愁死了。姑娘家有懂医术的人，这炮制药材的手法可真不错。这炮制药材可不是一份简单的活计，可这些布袋里分门别类放着的东西是真正的药材，不是整株的植物，而是能入药的部分都已经被取下来了。他们铺子里甚至可以直接拿来售卖。江一绵随意地应了一声，他炮制药材的手艺可是跟着一位中医圣手学的，自然比这古代的小药童做得好。伙计却是对眼前的药材很是满意。若是下次还有药材，姑娘只管来回春堂卖。就利落地给江一绵算好了银子。因这不是什么珍贵的药材，37斤炮制好的卖了将近300文。出了回春堂，江一绵没急着回去，而是又去了一处偏僻的巷子里。他从空间里拿出红糖、白糖、油和盐，全都用小罐装了起来，又拿出了不少碗筷、盘子，才作罢。做好了这些，江一绵又去了一趟糕点铺子，买了些糖块和荷花酥、桂花糕之类的吃食，才又去了旁边一间卖文房四宝的地儿。小野和小暖儿、大丫3个人每天还只是零零碎碎认些字，他不能贸然说太多。自从陆慈简不在山上之后，他教的就更少了。如今看来，也确实需要些简单的启蒙书让他们来看看了。几个人回去的时候，
江一棉把背篓里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糕点、零嘴儿直接交给小野和小暖儿，让他们俩去分。糖、盐、油还有碗筷之类的，则是分给了陈柳两家一些。一棉啊，婶子家还有粗盐，碗也有，我不要。我家也有，不用给我。你们都收着吧，大家一起生活这么久，都是一家人。这东西啊，就当一棉孝敬你们的。你们若是不要，一棉可要伤心了。赵杏儿和刘小云这才接下了东西。一时间，每间屋子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江一棉把今日卖魔芋和药材的铜板递给了王凤琴。一棉啊，你哪儿来这么多银子啊？还有张银票。江一棉笑着说了林彦安的事儿，只说是对方感谢他送的银子，忽略了中间一系列的事情。王凤琴听了这才松了口气。这些银子不少，够我们花一段时间了，就先放在娘亲那里，娘亲需要用直接用就好了。银子和银票你收着吧，平日里啊都是你去镇上，需要什么东西就自己买。江一棉这才把银票收起来，碎银子还是留给了王凤琴。收好了银子，王凤琴才问起了卖魔芋的事儿，得知很受欢迎，那下次赶集前我多做一些。这门营生不错呀，若是能一直卖下去，倒是个不错的买卖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来到了腊月29。这几天除了几个小孩子依旧空闲，小洼地里的其他人却是早早就忙碌了起来，要开始准备过年需要的东西了。小洼地里的几个女人不仅蒸了包子和糖三角以及馒头，甚至还包了猪肉馅的饺子，老远都能闻见馅料的香味儿。最后大家或站或蹲或坐的吃着那热腾腾的饺子，只让众人都吃撑了。夜幕降临，还围坐在烤火桌旁消食说着话。第二天一早，鸡叫声一响，大家就起床了，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大年30这一天，要张贴对联和红符，寓意着辞旧迎新，来年红红火火，福气到。江一棉上次下山忘记买了，赵达昨天却特意买了几副和一些卤猪肉、酒水、炮竹什么的一并送了过来。这会儿赵达和张丽几人正在几家门前贴着。平静的小洼地里又多了几分年味儿，大家一起吃着饭聊着天儿，时间过得很快。一连几天都下着雪，江一棉则是开始做起香皂来。他打算做好了拿去回春堂卖，看看能不能谈成这笔生意。以后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空间里的500两他觉得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想办法赚钱才是。做香皂的方法很简单，他以前经常在短视频博主那儿看各种好看的香皂，早就跃跃欲试了。为了香皂做出来有香味儿，他还朝里面加了一些桂花粉，老远都能闻见独属于桂花的香甜。一盆香皂壶装了10几个竹筒，香皂虽然凝固了，但皂化反应还没完全，还要等半个月才能使用。众人瞧着那花花绿绿的东西，满眼都是好奇。一棉姐，这个就是香皂呀，可以做什么？跟一棉姐给他们的洗澡的一样，带着香味儿。这个可以洗衣服吗？有没有皂荚好用呀？江一棉却是神秘兮兮地说：到时候啊，你们就都知道了。把狗剩叫到一旁，问起制作香皂模具的事儿，用来作画。虽然还不确定这香皂好不好卖，但做出模具也需要时间，他得先准备着。很简单，我很快就能给你做好。一棉姐放心，包在我身上。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停停下下的大雪也终于消融了，阴沉了好些日子的天终于出了太阳。赵杏儿正拿着江一棉给的香皂洗衣裳呢。哎，一棉，这香皂好用，可比皂荚容易起沫，还洗得更干净呢。其他的人也在一旁瞧着，眼里满是惊讶，以至于赵达走过来，几个人都没注意到。赵兄弟快坐。上次我告诉大人，你们不想去其他村子安顿，只想挂户籍的事情。如何？大人同意了吗？还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别的村子？
杏花村他们也去看过了，大部分的屋舍都被烧了，而且因着山匪的事儿，压根儿也不可能有人敢住。在小洼地生活快1年了，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宁静，实在是不想去其他的村子寄人篱下。大人同意了，准许你们一直住在山上，只在村里挂户籍。我今日来就是带你们去登记的。我们在哪个村里挂户籍啊？那村子离这儿很近，就在山下，叫青石村，而且这村子没被土匪抢，村里的屋舍也都完好保留，庄稼也没糟蹋，过得还不错，比其他几个村子好多了。对，就那边山坳里有个村子，我以前听人提起过，好多年没听说这个村子了，我都要忘记了。听说这个村子四面环山，唯一一条进出村子的路早早就被村里人给堵上了，想要找到这个村子就要进深山绕路，所以这才躲过一劫。就是那个村子。江一绵还是第一次体会到交通不发达的好处。弄清楚了青石村的情况，赵达就带着几个人去村里登记户籍了。因着山路难走，就只有江一绵、狗剩、刘大勇和赵大树4个人跟着赵达下了山，走了快1个时辰才下山。官爷，这几个就是落户青石村的人吗？瞧着还不少呢。他们青石村人少，巴不得有人来落户呢，正好可以壮大村子，不至于叫其他村子给欺负了。对，咋这个村子里这么多茅草屋都空着？估摸着也就100多人，比不了杏花村。这村里不少人都搬走了，战乱来临时也有不少人去逃荒，这才导致村里空了大半。这会儿村长家院子里有不少人在排队登记，闹哄哄的，众人只窃窃私语起来，话语中带着些不满。江一绵几个人也站在众人身后排起了队，他的视线落在了那几个人身上，对上那道嫌弃的视线，江一绵的眼神也冷了几分。几个人登记完成，李一石则是笑着迎了上来。我们村里空屋子多，村西头有好几间屋子可以住，我带你们去看看。虽说这些人只是挂个户籍，但也算是他们村里人，他怎么说也要照看一下，带着刘大勇几个人就去看空屋子了。江一绵则是叫着赵达在一旁压低声音问：新年缴税的事儿，大人怎么说？江姑娘放心，大人已经和知府大人给朝廷上了奏折，上面已经传来消息了，受战乱影响的几个府城2年不用缴税，以后的税还是5成。江一绵对于山上的地要缴税这个事儿没有太多的想法，至少未来2年不用缴，还算不错了。去年因为战乱，百姓流离失所，朝廷已经少了不少的税收了。他还以为为了弥补去年的损失，今年的税收会增加呢。朝廷能做出这个政策，这其中估计有不少人的努力。估摸着最近一段时间，宋全照和知府大人是为了这个事儿才没空理会他的奖赏的。杏花村那块地已经被买下了，你们的地有多少都会被折算成银子分发给你们。江一绵点点头，折算成银子倒也不错，到时候若想继续种地，再买几亩就是了。不过杏花村虽然不是个特别大的村子，但那占地至少也有200亩了。这是什么人呐？如此大手笔，有钱人的生活果然是他想不到的。一绵姐，村长说这间屋子可以留给我们住，但要是重新建房或者种地，就需要买下地。看着眼前这3户茅草屋，而且位置还靠近山脚，他们平日里上山也方便，平日里用来堆放东西，或是天气不好不容易走山路的时候暂住也是可以的。他又朝旁边几间屋子看了看，离他们最近的是正在山脚下的那一户，就间隔了7、8米远，估摸着也是没人住的。正想着，出来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路颤巍巍的，点了点头，就顺着路去了山脚下。江一绵看了几眼，收回了视线。等众人修缮好屋顶返回的时候，已是午时了。江一绵只把有人要买地
官府会把他们的地折算成银子分发给他们的事儿说了出来。如此也好，我们也就安心种小洼地的这几亩地了。那我们今年可以再多开垦出几亩地来。众人只纷纷响应。去年之所以没有再多开垦出一些地来，主要的原因就是种子不够，他们也实在是没办法。可今年就不一样了，除去家里备着的种子，剩下的可以再去镇上买一些。时间过得很快，小洼地里的人都在忙碌着。吃过饭后，径直就去了陈家，屋子里只有陈铁柱在。陈叔，一鸣啊，快坐。年前他本来就要给对方做手术了，但一直忙着，就拖到了现在。最近倒是好上不少，小云和狗剩平日按你说的经常给我按摩，再加上我时不时活动一下腿，倒是比以前使不上力的情况好上不少。江一棉查看了一下对方的腿，瞧着确实比以前好了一些。他又给陈铁柱把了把脉，脉象平稳，虚弱的身体也补回来不少，倒确实是可以做手术了。等我准备好东西就给你做手术，估摸着就这几日了。他还得去镇上买一些酒回来，空间里倒是有酒精，但也没多少了。伤口消毒是够的，但给屋子消毒就有些不太够了，就只能从酒中提炼出一些来了。好，一鸣，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不过等手术了之后，你不是立刻就能站起来，需要等伤口长好，慢慢的复健，适应双腿，全看你复健的情况了。陈铁柱连连点头，表示自己已经记下了。赶集这一日，几个人背着满满一筐东西，打算去村口等牛车，1个铜板就能到镇上了。哎，是你们呀，你们咋不来村里住？山上冷不说，野兽还多，多危险！其他来村子里住的流民都已经来了，山脚下那户更是已经让村长帮忙请泥瓦匠盖房子了。其他几个等牛车的人一听这话，眼里都是好奇。小张氏，你真确定是盖青砖大瓦房？那房子要不少银子才能盖吧？对呀，不是说流民都四处逃荒来的吗？他们哪来那么多银子？我咋知道？山脚下那地可不小，估摸着能盖5、6间屋子了。那流民家里人估计不少。也不知那户人家有没有适婚的闺女或者儿子。我家虎子和春花啊，可都差不多到了成婚的年纪，到时候要是合适，我们2家还能成亲家。陈桂香，不就是觉得那户流民家里有钱吗？你们也就是嫉妒我儿女双全，我闺女和儿子哪家不说好啊？想嫁什么样的娶什么样的都行，你们就嫉妒吧。众人也懒得理会陈桂香，直接就转移了话题。江一棉则是多看了陈桂香几眼，连面儿都没见过，更不知道那户人家如何。单单凭借有钱就想把自个儿的女儿嫁过去，这个人还真是势利眼啊！江一棉那个原本想过些日子在村里建房的打算，瞬间也消失了。他们还是在山上住着吧，清静。好在没等多一会儿，牛车就停在了村口。眼看着空荡荡的牛车瞬间被填满了，陈桂香气坏了。杨大哥，你也不看看这些流民带这么多东西，可占了不少地儿。你一会儿啊，收铜板都要少收。多占的一个位置，我会多付铜板。赶车的杨二也连忙打圆场。陈氏，你在这等一会儿，我一会儿还回来一趟，下一趟还去镇上。我现在就要去镇上，凭什么要我等啊？这外来户呀，就该夹着尾巴做人。赶下去一个人让我做，这小孩子年纪轻轻，走去镇上呗。要不你在这等着，二牛这会儿估摸着也要去镇上，一会儿就来了。今早他还和二牛打了招呼，知道对方也要去镇上。不行，我就要做这套，这小孩滚下去。说着他就伸手朝狗剩抓了过去，然而还没碰到人，江一棉一用力，直接就把人甩在了地上。牛车上的人皆是一怔，只听江一棉冷声开口：
赶车。杨二这才回过神来，哦了一声，就连忙赶着牛车离开了。牛车上这下安静了不少，没几个人说话了，就连小张氏也闭紧了嘴巴，只是那打量的眼神时不时落在几个人身上。江一棉懒得理会几个人的想法，左右不过就是说他们不好惹，外来户就是野蛮之类的。今天的事儿也算是给青石村的其他人提个醒了。他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也不是会任人欺负的主。至于陈桂香嘛，今天是那个人主动找事儿的，他不过是正当防卫罢了，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不过他们也不经常来村里，倒是不用担心这人使坏。